各位觉得键盘对于 Windows 掌机来说是否重要呢？我个人是更加喜欢带完整键盘的便携式设备的。先不说键盘对于 PC 设备的易用性的加持，单单是这样将电脑缩小，把键盘藏在里面，一台设备捧在手心里就可以完成正常电脑能做的所有事情。单单是这种集成、这种便携的感觉，就会让我特别为之着迷。那么游戏 Windows 掌机配上键盘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首先，键盘肯定会解决一些输入账号、密码之类的麻烦，也会增加 Windows 系统的易用性。但对于我来说，有无键盘直接决定了一台 PC 设备能不能成为生产力，哪怕是非常临时的应急生产力。这也是我对于键盘一直非常喜欢的根本原因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设备是 iNeo 家我期待已久的带全键盘的滑盖 Windows 掌机 iNeo Slide。这款 Win 掌机拥有接近传统意义上掌机的机身尺寸，拥有目前游戏性能最强的 AMD 7840U 芯片，拥有滑盖以及我非常喜欢的全键盘设计。各个版本的价格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那么它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使用体验呢？一起来感受一下吧。外观方面一直是 iNeo 产品的一大强项，我拿到的是黑色款，它的外壳采用了 PC 塑料加玻纤的材质，表面采用了 UV 喷涂工艺，手感细腻。并且大叔依旧对螺丝非常执着，又一次做到了360度无螺丝外露。整机除了内敛的黑色，手柄按键以及键盘区域都有着跳跃的橙色点缀，配合摇杆 RGB 灯带以及键盘背光，颜值还是非常在线。键盘区域有一定下沉式设计，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屏幕合起来时的高度。推开屏幕可以看到屏幕底部外壳部分有弧度处理，与键盘部分的凹陷做了一定融合。个人觉得推开屏幕整体会显得更加协调一点，屏幕推开的过程比较顺畅，可以一推到底。划开后可以看到屏幕背部的金属滑轨结构，以及起到弹簧作用的8根金属丝，还可以看到屏幕排线。比较有创新的是，屏幕在推开状态下可以实现30度左右的悬停，这样可以满足我们不同的使用姿势，尤其是在桌面上游玩时，有一定角度，手和眼睛都会舒适很多。为了避免玩家在屏幕优角度时滑动屏幕，损坏滑轨结构，iNeo 做了2点保护设计：一是0到10度的角度会自动下落；二是10到30度悬停时，屏幕保留了一定松动空间，保证了结构的可靠性。本次屏幕使用了一块6英寸 1080P 分辨率 IPS 屏，屏幕刷新率为60赫兹，支持触屏，并且触屏非常顺滑，感觉触控采样率应该比较高。屏幕左右两侧有一定黑边，上下黑边较窄，是一块原生竖屏。实测屏幕最大亮度可达380尼特左右，色域表现可以做到接近100% sRGB 色域覆盖，以及89% DCI-P3 色域覆盖，整体表现属于第一梯队。在4000分之一快门下测试频闪，可以看到屏幕在亮度调节的过程中会出现短暂频闪，待亮度稳定后频闪会消失。屏幕出厂有些偏绿，粗略校色后观感不错，需要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。屏幕设计观感这里对比 ROG 和拯救者。接口部分，它配备了一上一下2个 USB-4 接口，以及一个带盖板的高速 TF 卡插槽，然后就没了。没有3.5毫米音频接口，这个大家觉得3.5毫米音频接口对你来说用处大不大呢？对于我个人来说，3.5毫米并不是刚需，我一直都在使用支持 2.4G 接收器的无线耳机，直接 C 口一插，没有耳机线的困扰，并且延迟表现也非常不错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对于 USB-4 接口，上下都可以外接显卡坞。实测在外接360 mini 显卡时，内屏 Time-Spy 显卡得分为7991分，跑分损耗正常，在10%左右。另外 C 口最大供电功率可达59瓦左右，在低电量关机状态下 C 口充电功率可达33瓦左右。本次 TF 卡插槽官方宣称最高支持700兆每秒的速度，实测是无法跑满闪迪 1TB 黑卡的，应该是需要双排金手指的 TF 卡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性能。除了接口，机身上方还拥有2个可以自定义的扩展按键，支持指纹解锁的电源键、音量键、麦克风开孔、电源指示灯，以及一个超大的散热出风口。机身底部拥有另一个麦克风开孔，实际收音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扬声器位置位于底部两侧，实际音质表现我们直接对比音质天花板。整机长宽尺寸比较符合掌机的标准，对比主流机型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。由于屏幕采用了滑盖设计，并且加入了全键盘，还要兼顾散热、电池以及手感等因素 ，Slide 在厚度上做了一定牺牲，有点性能小钢炮的意思。
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它的外壳上有2条线。这次为了做滑盖屏幕，机身设计成了3层结构，这也是它比较厚实的原因。整机重约646克，实话说，这个重量放在6英寸掌机中确实重了点，并且由于横向体积较小，手持的体感重量也会比 Steam Deck 更压手一点。不过考虑到它的滑盖结构以及全键盘的加入，再加上比 ROG 掌机略大一点的46.2瓦时的电池，我个人是可以接受这个重量上的取舍的。值得好评的是，机身背部的人体工学握把大幅提升了持握手感，用双手中指与无名指可以舒适的握住掌机。机身正面边缘处有弧度处理，贴合掌心也比较舒适。由于体积的控制，本次按键与摇杆采用了垂直分布，跟 Switch Lite 一样。如果你想要同时按下2颗按键，需要调整一下角度，避免误触摇杆。如果只是单颗按键下压，基本不会存在误触情况。在游玩过程中，食指对于键键与扳机的控制还是非常自然且舒适的。按键方面，本次所有手柄按键都采用了导电硅胶按键 ，ABXY 按压力度很轻，非常轻，但段落感清晰，弹性也不错，就是这个按压力度真的特别轻。十字键按压力度适中，回弹饱满。搓招可以成功触发键值，但是搓招时段落感不明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按键表面的成色都是双注塑工艺，不存在掉漆风险。渐键的导电胶也比较轻，按压起来非常轻松。所有区域都可以触发键值，但是有些地方需要把按键按到底才行。扳机使用了霍尔线性扳机，按压力度同样很轻，按压行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实测在按压首段与末段虚位都很小，并且整体线性值变化均匀且精细，调教不错。玩家可以在 iSpace 前端软件中将扳机模拟成非线性扳机。本次摇杆使用了霍尔小摇杆，活动范围较小，支持多方向下压，但按压力度会有所不同。实际调教因为活动范围小，所以灵敏度会比较高。默认状态下中心点存在一定死区，玩家可以在 iSpace 中关闭死区，可以做到中心点无死区，但十字方向会感受到一点十字吸附。这些应该是小摇杆特性，尺寸小，精度也小一些。我这台右摇杆会有轻微抖动现象，官方回应是个例现象，好在不会影响使用体验。另外，我也测试了摇杆回报率，在100赫兹左右。摇杆 RGB 光圈也可以自行设定颜色与呈现方式。除游戏按键之外，机身顶部还有2个可以自定义的扩展按键，使用了微动按键。玩家可以在 iSpace 中自行设定按键功能。机身左下方为 Select 和 Start 键，使用了手感 Q 弹的微动按键。机身右下方为 iSpace 互助键以及另一颗可以自定义的功能按键，同样是微动按键。长按 I 键可以呼出游戏库，短按可以呼出快车菜单。在菜单中几乎包含了掌机的所有设置，整个前端包括游戏库以及快车菜单都非常好用。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AirES 视频中对于 iSpace 2.0 的详细介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iSpace 中可以对机身内置的 X 轴线性马达进行控制，调节震动强度。本次键盘设计是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它的按键虽然比较小，但每颗按键之间都有一定空隙，在使用时不会误触，也容易适应。在双手持握时，大拇指2指禅无法将按键全覆盖，有的时候需要像这样够一下，去按下靠中间的按键。打字效率肯定要比屏幕键盘高很多，配合摇杆模拟鼠标或者直接触屏，应急半个弓完全可以胜任。键盘按键使用的是锅仔片，手感清脆，按压力度偏大。键盘表面字母做得很精致，支持 F-N 功能键，但是只能用于 F1 到 F12。如果可以加入屏幕亮度调节、音量调节等功能，就更加完美了。键盘背光可以用 F-N 加空格键开启，可以在 iSpace 中设置不同颜色，并且可以做到划开屏幕自动亮起和让屏幕自动熄灭，视觉效果非常不错。硬件配置方面，除了大家熟悉的 7840U， 我手中这台为32+2T 的配置，内存出厂频率运行在6400兆赫兹，后续可以通过 BIOS 升级解锁7500兆赫兹。硬盘支持 PCIe 4.0， 传输速率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网卡使用了英特尔的 HR110， 支持 WiFi 6E， 电池容量为46.2瓦时，实际续航表现在游戏展示部分为大家测试。另外，它内置了蓝牙模块，支持蓝牙 5.2。散热方面，机身内置了单风扇加3铜管的散热模组，出厂默认 CPU 睿频是关闭的，风扇转速以及调节逻辑可以在 iSpace 中自行设定。实测室温25.3摄氏度，设置28瓦 TDP， 在风扇均衡模式下单烤 FPU， 核心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70摄氏度左右。此时的风扇噪音在46分贝左右。在推开状态下，屏幕区域最高温度集中在屏幕左侧，在41摄氏度左右。整个键盘区域温度都在40摄氏度出头，正面握把区域也都不会超过40摄氏度。左侧温度要更低一些，握把侧面温度控制的不错，握把背部区域也不会发热，但是机身电池区域会有发热情况，最高在46摄氏度左右。在持握时，如果手指伸得过远，会感受到一点发热。在更接近游戏场景的双狗测试中，核心温度会下降至66摄氏度左右，风扇噪音也会随之下降，在43分贝左右。如果你觉得风扇声音有些大，并且能够接受更高的核心温度的话，可以开启风扇静音模式。此时核心温度会上升至73摄氏度，风扇噪音会进一步下降至37分贝左右，机身整体温度都有所上升。
但是握把区域温度不会有明显的上升，可以在静音模式下长时间游玩。从100%电量开始到剩余电量8%，整个烤机过程持续了50分钟以上 ，CPU 可以稳定在28瓦持续输出。这么小的机身，整体散热表现竟然还不错，压28瓦很轻松，完全对得起它厚实的机身了。 游戏表现方面，对于7836U，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，跟 ROG 和拯救者掌机的性能也基本一致。我会为大家展示不同功耗、不同画质设置下的游戏表现，大家可以主要关注一下整机功耗，以及 OSD 监控信息中的 Battery Life， 也就是续航表现。最后提醒一下，因为周边功耗会随着电池电量的降低而逐渐升高，加上屏幕亮度等因素，红字所计算出的续航时间可能会与实际使用时间有10分钟左右的差距。 大家要注意一点，这款滑盖掌机在合上屏幕时是接近真正意义上掌机尺寸的，便携性还不错，就是在厚度与重量上有所取舍。另外，整机功耗偏高一些，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短板，比较均衡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全键盘的设计 ，Slid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真正小巧的 Win 掌机的话，可以看一看 AYANEO 家的 Air ES，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那台小机器的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